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很多人都在期待这场俄系武器和美系武器在战场上的真实碰撞。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才打了1年多，俄罗斯呢一个个王牌武器全都被扒了裤子。今天大兵就来盘点一下俄乌战场上那些被摧毁的俄军王牌武器。Top 10 BMPT 终结者战车。对于眼前的这个反坦克机器人，我想各位应该都不陌生，它就是在豹2援乌后俄罗斯派往战场的克迪利器 BMPT 终结者战车。俄罗斯人对其寄予厚望，希望该战车能够在战场上将北约军援的坦克打得落花流水。但尴尬的事情很快就来了。根据美国动力网站报道，在2023年2月9号，乌克兰陆战队第140独立侦察营的士兵发现了一辆俄军的 BMPT 终结者坦克支援战车后，迅速将其坐标传给了周边的乌克兰炮兵部队，随后又根据炮弹落点给出了修正参数，彻底摧毁了这辆终结者。从乌军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该终结者是停靠在道路中央，道路两旁是树林，乌军连续发射多枚炮弹，经过不断的校正后，炮弹落点距离战车越来越近，几秒钟后它就被炮火击中了。作为一个行走的火力堡垒，它具备2个步兵班的综合火力，同时还具备与坦克相当的机动性和装甲防护。俄军呢希望能够借此来解决传统坦克在城市战环境中的短板。但是由于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单位成本300万美元的终结者战车最终是只服役了几十辆，这就导致该车无法完全融入到俄军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说，这次终结者的登场完全就是赶鸭子上架，不仅没能发挥出火力优势，反而一度沦为了乌克兰火炮的活靶子。Top 9 TOS-1 喷火坦克。这款武器呢，可以说是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的最独特的一款了。该车呢被俄军称之为城镇毁灭者，它是一种大口径自行火箭炮系统。该型火箭炮可以在6秒内一次向目标发射24枚口径为220毫米的 MO1.01 系列火箭弹。通常情况下呢 ，TOS-1A 重型喷火坦克一次齐射的杀伤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足球场了。而这款强大的武器也在今年2月被派往了乌东地区，俄军希望能够借此来进一步杀伤在城内建筑物和地下坑道躲避的乌军。不过呢，俄军在战场上还是犯了作战行动粗糙的老毛病。TOS-1A 重型喷火坦克在发射阵地之间缺乏机动，加上云爆弹装药量大，射程不足6公里，很快就被乌军无人机和北约情报系统锁定。乌军随即就调集炮火，将前线突出部上的俄军 TOS-1A 重型喷火坦克各个击破。车内的24枚大口径云爆弹接连发生讯爆。显然，俄军的 TOS-1A 重型喷火坦克的射程太近了，欺负叙利亚那些地方割据武装还行，在有反击能力的乌军面前就立马露馅了。目前，乌军至少摧毁了6辆该型坦克，并且俘虏了1辆，用于对付俄军阵地的反攻。Top 8猎户座无人机。无人机成为现代战场的主力话题，已经发酵好几年了。作为现代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当然也对着无人机有一套理解。但理解归理解钱包并不富裕的俄军在开战前却并没有装备多少无人机。猎户座无人机可以说是俄军在开打前难得的一款察打一体大型无人机，其航程和载荷相当于美军捕食者1的水平。作为俄军无人机的新锐实力，猎户座无人机号称是海马斯火箭炮这种陆地装备的克星，但是在进入到战场后呢，却并未传出战绩。究其原因咱们还是老生常谈的俄罗斯微电子微控技术落后。就拿无人机前挂载的小型精确制导弹药来说，里面的光学引导头、卫星定位系统、超微型弹载计算机系统、微电子控制系统，这都需要强大的电子工业配套能力，而这些呢，都是俄罗斯不具备的生产条件。因此，没有了大批量生产和价格便宜的小型制导弹药，使得俄军无人机就只能执行侦察任务，最终甚至还要向伊朗求助。Top 7道尔 M2 防空系统。这款防空系统呢，可以说是俄罗斯较为先进的短程防空系统了。其主要目标为固定飞行器、直升机、巡航导弹等。俄罗斯就曾利用该系统在战争中拦截了大量的乌克兰无人机，对无人机的防御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两者之间的效费比有些差呀。毕竟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大都是一些民用无人机，即便是被拦截了也不会心疼。而道尔防空系统就不一样了。
一旦没拦好，这个价值2500万美元的防空系统就会被无人机摧毁。或许正是因为该系统的表现还算出彩，让乌克兰将其列为摧毁目标之一。但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道尔 M2 系统却发生了一次尴尬操作。一枚从该系统中发射的导弹，由于不明原因，导弹没有垂直飞行，而是在正上方绕了2个圈，并且坠入地面。导弹落地后发生了强烈的爆炸，将自家的发射阵地成功摧毁了。Top 6 T90M 坦克。作为俄罗斯陆军最精锐的主战坦克 ，T90M 是在 T90A 坦克的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的，采用了新型的焊接炮塔，装备了125毫米 2A46M5 滑膛炮，能够发射各种穿甲弹和反坦克导弹。T90M 还配备了新一代的火控系统，能够实现全天候多目标多模式的射击。此外 ，T90M 坦克还使用了多层复合装甲和 Kotak 5爆炸反应装甲，提高了对动能穿甲弹和成型装药弹的防护能力。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一辆 T90M 坦克在执行战斗任务时遭遇了敌方布设的雷区和单兵反坦克武器的攻击。然而，由于 T90M 具有优异的机动性和防护性，它成功地克服了雷区和单兵反坦克武器的威胁，继续完成任务，展现了强大的生存能力。但有胜利就会有失败，在当前反坦克武器横行的俄乌战场，俄军已经损失了至少19辆该型坦克。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因为后勤跟不上而被遗弃的。Top 5卡52短尾鳄直升机。作为常年在直升机排行榜上稳定前10的卡52，在俄乌开战1年以来，已经被乌军累计击落至少33架了。这还没算上几个月前瓦格纳的尊皇讨歼行动中损失的那一架。相较于美军的直升机，卡52有些偏科严重了。唯一还算亮点的就是该直升机采用的 TB3-117BM 涡轴发动机，该发动机功率达到了1660千瓦。但除了涡轴发动机之外呢，卡52就再也没有其他优势了。以机载航电系统为例，美军的阿帕奇已经实现了性能十分先进的数字航电，而卡52依旧是落后的模拟航电。卡52武装直升机这次被瓦格纳集团轻松击落，显然就是航电系统无法提供切实有效的保护，致使该机只能硬扛防空武器并被击落。一架卡52武装直升机的造价，算上挂载的各种武器弹药，保守估计也要3300万美元。俄罗斯空天军损失的这34架卡52，核算下来就是超过10亿美元的损失了。而这仅仅只是装备的损失，还没有算上宝贵的飞行员。并且俄罗斯总计生产交付的卡52也就100多架，现在等于是直接损失了接近1/3。Top 4苏34战斗机。作为俄罗斯的空中武器库，苏34这款战机呢，在战场却是最先被击落的俄军战机。早在2022年3月份，网上就有爆料称，2架俄罗斯的苏34战机被乌军防空导弹命中。目前呢，该机已经被乌克兰至少击落20多架了。其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俄罗斯缺少足够数量的精确制导炸弹，所以只能让战机低空投掷铁炸弹。这种高度被打下来也是理所应当的。而且在俄军对其的设计定位中呢，苏34要面临敌军的空中拦截火力和地面防空火力，掩护其陆军装甲集群向敌防御纵深执行突击任务。因此，苏34战斗轰炸机的并列双座座舱四周有17毫米的半包围装甲。同时，苏34的翼尖也装备了西比内电子战夹舱，只不过苏34没有完整的红外导弹干扰能力，只有雷达告警接收机，这也就导致了苏34在面临采用了红外制导的短程导弹相对乏力的状况。Top 3苏 35S 战机。该机呢被俄军称之为最强4代半战机，也就是说，除了 F-22和 F-35这种5代机其他4代机俄军通通都不放在眼里。这不，打脸马上就来了。在2023年5月13号，在乌东巴赫穆特战役激烈进行之时，俄罗斯本土却突然传出4架战机被乌克兰击落的消息，其中呢就包含了4代机顶流苏 35S。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4架战机是一个机队，同时具备空优、电子战、轰炸等各个方面。按道理来说，这样完备的一个机队，即便是遭到袭击，也不可能直接团灭吧。但事实就是这么魔幻，在该机队轰炸完成，打算撤回俄罗斯的时候，乌克兰空军悍然出击，向该机队发射了多枚 AIM-120 导弹，并成功在俄乌边境将其摧毁。俄罗斯4代机顶流神话也就此破灭了。Top 2莫斯科号巡洋舰。
这款巡洋舰的性能想必就不用大兵详细介绍了吧，毕竟人家都转行去干潜艇了。该舰呢，在俄乌蛇岛争夺战期间被乌军的海王星导弹击沉，2枚海王星是先后命中了莫斯科号的侧舷。众所周知啊，战舰最薄弱的地方就是侧舷，一旦被击中侧舷，导弹就能穿到船舱以内，打击舱内的武器系统、燃油系统、动力系统等等。再加上莫斯科号还是一艘满载弹药的武库舰，在2枚反舰导弹连续命中的基础上，极容易引起弹药库殉爆。黑海之王最终陨落于海王星牌香烟，俄军的沉默震耳欲聋啊！黑海舰队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海上区域防空能力，而对俄罗斯而言，像这样的军舰损失后呢，要重新造一艘补上也是很困难的，这样进一步导致了俄黑海舰队在战争中的尴尬局面。Top 1 S400 防空导弹。在 S500 没出来之前呢， S400 被俄军称之为最强天王，其射程数据更是十分唬人，称其能达到500公里的拦截距离。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啊，这玩意儿居然能被海马斯打爆。在今年6月份，乌军就成功使用海马斯系统摧毁了一套俄军的 S400 防空系统。从开战以来，这已经是第2套被摧毁的 S400 了，上一次还在赫尔松那边，而这2次战绩都出自海老师之手。这件事呢，已经被乌克兰国防部发图证明了。从照片中呢，可以看到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实已被摧毁。除此之外呢 ，S400 的 92N6A 雷达之前从未在战斗中被摧毁过，这一次也是这种雷达的首次确认损失。对于任何防空系统来说，雷达都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92N6A 雷达被毁，证明这套系统失去了最重要的模块。另外 ，S400 的屡次表现也让其成为世界上最具争议的防空系统之一。能让自家防空系统被射程为90公里的海马斯摧毁，可见俄军的失误之严重。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